他为什么突然就跟我失去联系了呢？未来，你会明白的。舒澈，时间会告诉你一切。你把萧晴先放下吧，这样会对你更好。我很担心他。其实他更担心你。他担心我。他知道我的情况吗？不管他知不知道，他都会非常惦记你的。阿姨，你能不能帮我转告小晴一句话？好，你说吧。麻烦您告诉小晴，不管因为发生什么，也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会一直在这儿等她，等到她回来。好，我转告他。那我还能再跟您联系吗？可以。谢谢阿姨。再见。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好。可想念你做的饭和菜了。馋我的饭了是吧？那呀，今天就把这些全吃光，也算是庆祝了。庆祝什么呀？你爸呀，今天跟我悄悄透露了，专案组的内奸抓到了，而且已经逮捕了。那我岂不是就可以回家住了？不可以。在庭审没有宣判之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只有待在这儿，有人保护才最安全。唉，妈，你都不知道，我待在这儿一点点时间概念都没有。我每天去楼下散步，身后总是跟着2个小尾巴，跟犯人没什么两样。这一天天的时间过得好漫长啊，感觉一天过了好几天。不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恨不得1分钟掰成2半，嗖一下1天就过去，嗖2下1周就过去了。对了，舒澈今天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呀？他从北大法学院那儿弄到的。他回来了。那他已经知道他家出事了。但是他对你为什么离开好像一无所知。他说什么？他就一直在追问你为什么失踪失联。你怎么说呀？我能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讲，
时间会告诉他一切的。以后你会跟他解释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什么？他说，不管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一直等着你。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在他家的灾难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知道再次见到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晴，他早晚会明白。你不是有意欺骗的，你也不希望这样。多希望他什么都不知道，多希望时间可以停止，他永远都不知道就好了。时间过得很慢，很慢，但它并没有随我的愿停下来，只是停下了我和舒澈妙莹的流血。我们三人待在抽丝拉线的时间里，等待着同一天的到来。你怎么来了？爸，青儿，我必须要和你谈一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什么事儿啊？你坐那说。今天啊，城委的特别助理汪若楠又供述了一个我们之前不掌握的新情况，很有可能牵扯出新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城委曾经出资在美国注册了一家风投公司，向舒澈的田园科技投资了300万美金，之后又授意他在美国的伙伴公司把业务指定承包给舒澈的公司，并且支付了远远高于报价的费用，让舒澈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城委就是通过这种投资经商的方式乔装改扮，变相的行贿疏枉，把舒澈的公司变成了他们行贿受贿的资金周转平台。青儿，你曾经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公司的合同都经由你手，公司的账目收支，你也不会一无所知。对这些情况，你了解吗？你全都知道，对吧？
你明明知道我在侦办此案，明明知道检察院正在搜集汇总程伟、舒旺行贿受贿的犯罪证据，却对自己掌握的重大犯罪线索知情不报。你是怕舒澈牵扯进去，对吧？好啊，程伟不说，舒旺不说，你和舒澈也不说。如果不是汪若楠立功心切，想把自己摘得更干净，那这么重大的一部分犯罪事实，这么新型的行贿受贿的手段，就被掩盖了。小青啊，你也是学法律的，也是未来的法律从业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将会成为你的信条。对事实隐瞒不报，无异于是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呀！你别忙着上纲上线，凭什么亲人都得知道啊？他是法务又不是财务。既然是新型的行贿受贿，既然是用办公司投资经商的高明手段乔装改办，在合同和账目上都找不到法律的漏洞，他们在桌面下的这些勾当和伎俩，青儿怎么会知道呢？我肯定他知道。青儿，事到如今，你不能再对我有丝毫隐瞒了。法律规定，每个知情的公民都必须履行作证的义务。你必须接受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正式盘问，交代你在担任法务期间经手和了解的舒澈公司的合同和账目状况。你还真把闺女当犯罪嫌疑人审呐？于私，你也需要告诉我，你和舒澈的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你在案件当中的身份和立场。因为如果证据确凿的话，舒澈即使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事实上参与了犯罪，成为了舒旺索贿受贿链条当中的一环。你想要了解的真相，我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我才可以100%的确定舒澈的行为丝毫不触犯法律。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心安理得的没有告诉你这一切。那么舒澈是不是接受了程伟300万美金的投资？是不是接受了伟业的伙伴公司的业务合同，并赚取了巨额的利润？风投注资和华龙 OA 系统升级，这2个合约都是我亲自过手的。那还不是触犯法律吗？没有，因为舒澈他把300万美金的风投和承包华龙业务的170万利润，分文不差地退回给了这2家公司。因为舒澈的拒绝，程伟变相行贿的企图没有实现。这些你都是可以去查的，在田园科技的账目上清清楚楚地印证了我说的这些事实。你是说，舒澈把那些钱全都退回去了？没有想到，对吗？谁都不会想到，就连和舒澈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都无法理解他的退款行为，因为在大家眼里，这笔钱来得光明正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舒澈为了防止程伟利用他公司行贿的可能，他不顾全公司的反对，暂停了田园科技的所有业务，并且不惜停止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市场推广。你看看，多干净的孩子！请你们去调查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让他们告诉你，舒澈做了一件在别人眼里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让安妮来告诉你们，她是多么的百思不得其解，但不得不执行舒澈的指令，将那2笔款项打回给风投和华龙的账户，使得田园科技的账户一夜之间清零，甚至负债，付不出员工的薪水。我陪着舒澈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
从开始他对父辈权商勾结的一无所知，到他对唾手可得的钱感到不安和受之有祸，再到最后，他专程回国向他的父亲追问究竟。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这所有的一切，除了我之外，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倾诉。他没有办法阻止父辈之间的利益捆绑，他对他们之间的潜规则无能为力。但至少他做到了他曾经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不被改变。很好，晴儿，你现在是说忘受贿案最至关重要的证人。你不但要证明刘彩琪提供证据的合法性，同时还要证明陈伟通过舒澈公司变相行贿。更重要的是，你要证明舒澈的清白。晴儿，你是这场国家诉讼的胜负手。这是田园科技过去2年银行的流水，每一项收入和支出都有清晰的显示，请你确认一下。我确认没有问题。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将300万美金退还风投，以及为什么退还170万给北美华龙吗？因为我怀疑这笔风投融资跟陈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幕后出资的人就是他。虽然这一点我到现在只是猜测，也没有能够证明他的证据。至于华龙的业务，他们一点遮掩都没有，直接告诉我这是伟业送给我的大礼。从公司营运的账目来看，这些钱的来历没有问题。为什么你选择不要了呢？因为我清楚他们是什么，我只遵循我自己的内心。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你父亲舒望知情吗？注册，我们问的是你爸知道这些事情吗？如果知道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知道。你确认？我确认。这是你和我们的谈话笔录，请你确认无误。如果没有篡改你的话，之后请在上面签名。现在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谢谢，谢谢。
舒澈被检察院约谈了，他的陈述跟你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也跟我们对田园科技的账目以及公司员工的调查结果互为印证。除了一点。哪一点？舒澈说，舒旺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他是想保护他爸，尽可能为他减责。嗯。那舒澈现在还会被追究责任吗？虽然他退回了变相贿赂金，但是这一部分的事实仍然会被列入起诉书，作为成为行贿未遂的证据。法院什么时候开庭？很快。晴儿，你作为公诉方的证人，你至少要出庭2次。2次？对。第一次呢，是当公诉方举证刘彩琪的证据的时候，你必须出庭，证明其真实性，证明他们是经由你的手，来自于已经死亡的刘彩琪本人。这我知道。那第2次呢？第2次出庭，你会被要求陈述在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期间，经手的合同和了解的账目情况。田园科技的情况，你们不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吗？而且还有安妮和彭一他们的证人证言，为什么非得我上庭去作证呢？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证明舒澈在说谎，说他爸不知情。你要我在法庭上当庭戳穿他？这一点将会影响到舒旺的最终量刑。爸，你让我把舒澈只对我一个人分享的秘密和隐私，把他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把我们的爱情当作反击他的证词，当作制裁他爸爸的法律武器。你让我在法庭上怎么去面对他？你让我以后怎么去面对他？如果我按照你说的所有的都这么去做了，我跟他的一切就都毁了。请大家安静，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厅就座。请坐下。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一庭对燕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舒旺涉嫌受贿一案，现在予以公开审理。传被告人舒旺到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被告人舒旺，在其担任燕州市副市长期间，于2011年至2014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伟业集团董事长程伟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在伟业集团取得市政府地铁项目投标地铁车厢制造权的过程当中，非法收受程伟贿赂的财物、房产，共计折合人民币562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386条之规定，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没有。现在由辩护双方举证，请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三组证据。现在法庭进入证人质证阶段，法庭传唤公诉方证人肖青出庭作证。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藏匿罪证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清楚吗？清楚了。现在由公诉人向证人提问。肖青，你认识证人刘彩琪吗？认识，但我们只见过一面。证人刘彩琪提供的证据，成为起诉书中第一组指控被告人现金贿赂，第二组指控被告人收受房产贿赂的重大依据。作为程伟曾经的特别助理，以及舒旺的情人，他的多重身份确保了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是，非常不幸，他在2014年11月27日于美国家中意外身亡，无法到庭履行证人义务。为了证实刘彩琪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公诉方请另外一位证人肖青到庭陈述，他本人如何在刘彩琪死亡前1小时被其约到家中，并向证人肖青交付了今天公诉方提交法庭的
刘彩琪的全部证据。2014年11月27日下午3点，我按照约定来到美国旧金山富人区刘彩琪居住的别墅。请坐。硬盘里的电子文件我都有拷贝，纸质单据我也留了复印件，但是所有的原件都在这个文件袋里。离开刘彩琪家的第2天，我在媒体报道上看到了她的死讯。随即，我被采取了保护措施，离开旧金山回国，直到今天出庭。我确认保证，刘彩琪死亡当天，亲手交给我的证据，完好无损地递交给司法机关。别动我东西！下面由被告辩护人向证人发问。我想请问证人肖青，你的身份只是旧金山某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普通留学生，为什么是你到刘彩琪家获取他本应提交给司法机关的本案证据？为什么你有关系和渠道把这些证据传递给负责侦查本案的专案组检察官？因为我应检察官本人要求，替他前往刘彩琪家取证据。虽然在这之前，谁都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检察官为什么委托你代为前往？因为他当时来不了旧金山，但出于对证据的保护，他和刘彩琪达成一致，把证据交由我来暂时保管。专案组检察官为什么如此的信任你，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你跟他什么关系？检察官是我父亲。一起重大案件的取证，却是通过一对父女过家家一样的内部传递。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他是我爸。您是肖叔叔啊，舒澈，你好。肖叔叔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政府机关，国家公务员。请证人退庭。
你爸他看上去还好，挺好的，跟过去差不多。下次庭审的时间宣布了吗？我要是身体好一点，我也去听听。你还是别去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养好身体，不要被任何事情影响。您放心，一切有我。好，妈听你的。你怎么样？都好吗？我挺好的，你放心吧啊。妈没事，妈没事。